说有一种辣叫江西辣，就是连湖南人、四川人吃了都要受不了的那种，是不是哦？喊了，给我拿出来了。夏天到了，正好来南昌，这也是今年第一顿烧烤小龙虾。鸡鸽子吧。我感觉成都人对烧烤的要求都很高，都非常的倔，但是我第一串就没吃过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来南昌。不是鸡爪是可以用来烧烤的吗？但是它怎么看上去肥肥糯糯的？它应该是先卤后炸再烧烤，特别是鸡爪中间的部分，舌头一用劲它就脱骨了，而且烤的特别的入味，调味还有一种微微的甜味，有一点点像红烧鸡爪，里面的筋也很 Q 弹。已经开始辣了。然后是五花肉，我觉得它这个肉特肥，所以烤出来更容易外焦里嫩，一口下去油脂爆开的感觉很明显，所以配上生菜和蒜瓣会格外的香。江西烧烤真的比四川烧烤辣很多。他家还有这种原创的牛油小串，这个也是他们家的特色之一。它这个牛油单吃的话，比五花肉还浓郁，牛油的表面烤得脆脆的，它是真的有一股奶香味在里面。这个是韭菜羊肉串，感觉里面的韭菜味和羊膻味都比较冲的那种，特别新鲜的羊膻味。接下来我感受到了南昌人对皮蛋的热爱。烤皮蛋，你好，它这个壳能吃吗？严谨一点，它是蒜蓉鱼子酱烤皮蛋，它带壳烤的，保留了皮蛋的 Q 弹，但是又有烧烤的鲜辣。鱼子酱和蒜蓉真的是点睛之笔，就是皮蛋的咸味和蒜蓉的咸味，还有海鲜的咸味都特别的配。皮蛋是生蚝的感觉。你再来一口可口可乐，它和烧烤简直是热辣畅爽搭子。现在来南昌吃烧烤还可以线下打卡当地的可口可乐的烧烤节，参与游戏互动，还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礼品。哇，江西人都这么能吃辣吗？也有极限踩蹦蹦和听前奏猜歌名这样的活动，各种各样的游戏我们也可以试一试。好啦，继续吃菜。它这个猪蹄其实外面特别的脆，像是用卤过的老妈蹄儿拿来烤，里面的肉就是比较松散。不过它最大的特点还是辣，那个辣味一下上来了，特别的辣，就它是卤味里面就带了很辣。想象一下吃了曹氏中辣的感觉，然后烧烤还给你刷辣。江西人吃辣真的很猛。这个猪蹄把喊了给我拿出来了，真的很夸张。然后这个是我夏天最爱的美食小龙虾，分量为什么这么大一份？第一份点的是他们家的凉拌柠檬，就凉拌的虾肉口感和蛙肉感觉有些像，弹弹嫩嫩的，然后那个酸辣味特别入味，你光吸虾头里面的汁儿就很好吃，清爽。这个是经典蒜蓉版的，它在炒的时候加了小米辣，你只需要把它单边的壳咬掉，就可以把虾尾的肉拖出来。接着这是一盘紫苏五花肉，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组合呀！紫苏独特的清香和滋滋冒油的五花产生的那个化学反应，就让你特别开胃。它这一出就是又辣又甜的味道。然后是老王的肥肠，它也是先卤再烤，这感觉又韧又弹，还有一种微微的脆感。3下5串就没了。果然夏天就应该约着朋友烧烤加可乐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味儿。以后别再跟我提便利店的关东煮了，料包煮出来的味道怎么能和这种熬了100年的汤比啊？虽然我觉得它可能就没有100年。还有些人说在日本冬天才吃关东煮，我想说我们四川人一年4季都吃火锅，更何况是这种火锅衍生物。又到了吃关东煮的日子啊！今天我们吃的就是这家1年前来过的大多福啊，在日本非常有名的一家关东煮店。去年来吃他们家也是下雨。每次来这个地方感觉他们好严肃。它这个汤据说是1915年开始到现在都没有换过配方，汤都是用的第2泡的木鱼花昆高汤。废话说太多，我们开始吧。接下来请听题：关东煮为什么叫关东煮啊？好啦，第一个菜葱丝牛肉，其实就像京酱肉丝，挂着酱汁的牛肉搭配适量的葱丝，和牛是甜的，酱汁也是甜的，就连这个葱丝都是甜的，这种味道也太下饭了。哇，它那个肉炖的好烂啊！关东煮来了，第一块先来个豆腐，它是油炸过的，里面就有很多气孔，气孔里面全部挤了汤汁。再加上一点黄芥末，据说关东煮的起源就是煮各种豆腐。这个章鱼脚也炖得非常的软弹，比起小的鱿鱼腿，还是这种章鱼脚吃起来更 Q 弹。它那个吸盘都已经脱落了。魔芋丝这是我的最爱，一定要让它多挂一点水，这汤底的精髓都在这一口上了，让我看看谁的泪水都从嘴角流下了。哇，接着是这个黄油葱香备注，不得不承认，一入口就充斥着黄油的香味。它放了很多那种就是咸的那种黄油，炖煮过后的备注就很有味道，又香又带着海鲜的鲜味。我发现他们家的菜都会炖得特别的软烂，体验非常顺畅，不愧是我之前给过10分的店。每次来他们家都有惊喜。这个卤蛋真的是黢黑，我们精准的咬掉一半啊，慢慢咀嚼之后，好像还有些许回甜。另外一半最好再蘸一点汤，这个汤真的好新鲜呀！还有这个腐竹，新鲜到了天灵盖。蘸黄芥末的白果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，吃第一口就想家了。今天 Top 1的推荐给到的就是它，一迅真好吃啊！竹轮关东煮的老朋友了，口感像鱼排和蟹棒的结合，但它更有嚼劲儿，且味道更好一点。有些店还会做竹轮鸡肉。等一下，今天喝的太多汤，太爱萝卜了，一口下去整个嘴巴很难兜住里面的汤汁。关东煮排名第2。最后是这个福袋，里面藏的是鸡肉和魔芋丝。总的来说，这家店味道让人很舒服，是那种很老很老的酱油和豆腐熬在一块的味道。最后用一碗极品蒸蛋结束，感觉还有很多东西没吃到，下次再来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
提灯最近出现了很多它的负面评价，说它是下水，但咱们说就是什么，这跟它好吃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今天我刻意挑了家有提灯的店，好久没有吃到过让我惊愕的烧鸟店了，真的很夸张。这是打了蜡吗？这个？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东京站，一个非常浮夸的商业区，里边其实还挺好看的。我们今天吃饭的地方直接在车站的里面。5時予約したの量です。5時半ですか？あ、5時ですよね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进来后发现是位老师傅，今天这顿稳了，吃鸟不长胖，我们开始吧。第一个小菜，常驻嘉宾毛豆在手，缺点小酒。这个前菜还挺有意思，它是先烤后蒸的鸡肉，其实吃起来有点像四川的冒烤鸭，加上一点洋葱，会有点清甜的感觉。它都是宫城县的鸡肉。再来一口豆腐渣拌的菜根，饿了。第一个出来终于来了，鸡脖子肉，真的会有人不喜欢吃这个吗？它是鸡身上活动最多的部位，所以它会格外的嫩滑弹牙。而且它的筋和肉是缠绕在一块的，都在发光。接下来是调味鸡腿肉，感觉每家店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。师傅说可以加一点七味或者一点山椒，因为这一串是酱烧，吃起来会有一点点甜味。我发现这个鸡有个特点，就是它肉和油脂的部分平衡的很好，细嫩又不失弹性。第三段是酱烧的鸡肉丸子，师傅对它其实下了狠手，一口下去，牙齿能够明显的感受到里面的紫苏叶和脆骨，再蘸一点萝卜泥和蛋液，这样配上更甜了。它这个肉打得特别细，肉质也被保留得很充足。肉里的油水真的很适合夏天。下一串真的很夸张，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鸡肝。如果有鸡肝选美大赛的话，它可能估计会荣获第2名。它像一块打磨好的鳕鱼，吃进去的感觉也是表皮 Q 弹，破开之后里面的干香会像液体一样涌入你的口腔。它里面是流心的，最近吃到过最好的鸡肝。再吃一串烤番茄缓一下，上面是一层厚厚的芝士，甜而不腻，而且盘子下面的芝士番茄汁还挺好喝。接着是一盘烤的包浆豆腐，上面淋的鸡油，有点像吃肉又有点像吃油豆腐，整个豆腐都被肉香包裹着。然后就是我们的提灯了，也是我来这家店的理由。它卵巢部分的肉挂得很足，卵巢不同于别的内脏，吃起来特别的有韧劲，再加上这颗超大的爆珠在你嘴巴里面炸开，蛋液没有腥味，反而是一丝清甜，口感立马丰富了。所以提灯好不好吃，我真的推荐大家自己试一下。最后一串是烤鸡翅，每次我都特别享受牙齿穿过那层厚厚的鸡皮，再咬到肉里面那个肉汁四溢的感觉。鸡皮焦脆，鸡肉软嫩，它经过大火烤制之后，那个皮最脆的地方像薯片一样，这个烤的优秀到可以缩骨头。最后的主食是一碗青椒鸡肉末冬，哇、太劲了！厚厚的一层肉末，再配上一块鸡肉加了青椒，而且它全都是烤的，这怎么能不算好店呢？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卡玩意儿！这家店带你朋友来。我到现在都不懂为什么会有3300万人看着我买龟儿子的视频，我也不知道它火的点在哪儿，但是无所谓，又到了想做那件一直很想做的事儿的时候了。今天正好又是迪士尼最忙的一天，夏日限定发售的日子。我懂了，迪士尼虽然坑我们的血汗钱，但是有些时候它还是有道理的。大概可能 maybe 吧。今年的限定就是这个，你们觉得好看吗？好看的话跟我也没什么关系。今天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，无论新品还是老款，把能买到的所有的龟儿子都接回家。至于要花多少钱，这个我们最后再说吧。首先迎面走来的是我们的手帕方针，非常的想轻微吐槽一下这个价格，它只是印了一个图案，可以卖这么贵，还是歪嘴的，喜欢你没道理。进去第一个就感觉不太对劲，然后旁边这个是新到的零食包，我好像没看错，它还卖1700，牛逼啊！进去吧你。接着是原版的人偶，没有服装的版本。呆滞，这个金鳄，这个是俩脸，这个可爱。不要觉得搞笑，一定要挑个脸好的。接着是小龟龟，这个基本上不用怎么挑，因为脸太小了，都差不多。这个是新品，抱抱数据线，还不能单买。它这个是那种盲盒的那种版，真有你的呀，米老板，但肯定有它存在的意义。进去吧你。然后是挂饰，它那个质感还不错。这个咱们就是说它有点母，但是母就母吧。然后是这个，今天我觉得全场最可爱的新品，它是一个手套布偶，乖惨了，这个真的是可爱到没有章法了。再加上我们有2只手，那就买2个吧。请问谁会买这个0.5毫米中性笔啊？哼，好笑啊，无语。旁边还在卖这个20周年纪念款的点心盒，买，然后一眼锁定了旁边的柜子。它属于是一只睡觉的女明星，但这个睡觉的达菲就很可爱了。睡觉的达菲和睡觉的儿子，就当给儿子找个睡伴。你就没什么事儿了。这个是新到的夏日水果糖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有这个新款的玩偶？最后回过神来买了这么多，这个，但是结账一看好像没有很多。快乐的同时，我还留了一个小彩蛋，给儿子买了件新衣服，因为一直没有新款，所以就买了一件别人的，刚好合适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好看吧？理智消费，别乱买。